大家好，我是曼达老师。今天我们又开始读故事了。我们今天读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大猩猩的故事。那什么叫大猩猩？那就是体格比较大的那种叫大猩猩。那体型比较小的，我们就叫猩猩啊，在汉语叫猩猩。那大的就叫大猩猩，那小的不叫小猩猩，它叫猩猩。猩猩，那这个大猩猩它现在在德国，它叫法兔。法兔，那翻译成中文可以叫它法图。那法图是一只67岁的大猩猩，哎呀，很大岁数了啊，67岁的大猩猩。然后呢，它是现存圈养的最年长的大猩猩。那你看这句话，它是现存圈养的啊。我们先看什么叫现存，现存就是现在存在的。现今存在的啊，现存，那我给你解释一下，现存，现呢，它可以指现在或者现今啊，现在或者现今，今就是如今的意思啊。这个时候，我们现在这个时候，那存呢，就是 existing 的意思，就是存在。那它可以就是现今存在的这么个意思，它简称叫现存啊。然后后面这句圈养的，什么叫圈养？哎，老师这个字我学过，它叫圈呐，圈呐，是啊，圆圈嘛 ，circle 嘛，是吧？它这里面它不读圈，它不是 circle 的意思，它有 circle 的引申义。什么意思啊？这个里面它这个字读基于案卷啊，你一定知道 pig sty 啊，pig pen 对吧？你理解这个 pen 的意思吧？就是围起来，然后把猪啊、牛啊、羊啊放里。在中国，在汉语里面，这种就叫猪圈、羊圈、牛圈。对，这个字就读圈。哎，那你看这个大猩猩它是怎么呢？在动物园里，对吧？啊，然后给它围起来，但是这样来养的，那汉语就叫圈养。圈养，哎，在一个围起来的圈圈里面养的，就叫圈养。圈养啊，叫圈养。它是现存圈养的最年长的大猩猩啊，它是现存圈养的最年长的大猩猩啊 ，the oldest。那汉语里面不像英语里什么加一个 er 呀、est 啊，汉语里就直接更好 better。那最好就是 best， 不用加 the， 也不用把那个什么年长的加一个什么，不用加，就直接是最年长的，就是最老的啊，这样。那1959年，一名水手，那水手就是这个词啊，在非洲发现了它。那水手就是说在水上工作的人叫水手啊，在非洲发现了它，就是这个 sailor。他把他带到了法国啊，把这个法图呢带到了法国，他用它来支付自己的账单，那就是他属于这种把这个动物带到法国，然后把它再转手给其他人，然后来换钱的意思啊，就这个意思。然后呢，后来法图被卖到了德国柏林的一家动物园啊，被卖到了就是 was sold。被怎样了？被字句啊，上面这个呢，把字句，把什么拿来，把什么拿走，哎，把车开走啊，把那本书拿来，把字句。那被呢？我今天被人撞了一下啊，这个大猩猩被这个水手卖给了谁谁谁来换钱这个被把然后呢？他现在生活在那里。
动物园管理员啊，动物园，动物就是 animal， 那园呢就是一个围起来的地方，就像一个 park， 那就是动物围起动物的那种地方，动物园。那管理员是什么意思？园是什么意思？园在汉语里面非常常用的一个字，园是指，它是指做什么事的人，比如说学员，学习的学加个员，学员就是指学生的意思，那教员呢？教师的教，教员，它也是指 teacher 的意思。那员，那还有什么说啊？医务人员就是 the people who works in the hospital。那医务人员还有什么员？还有什么员？编外人员。什么叫编外人员？你能不能听得懂？编外人员，编制，外是外面的，就是你不属于这个体系的人，就叫编外人员。那还有什么员？你听过的员？裁员。那裁和员放在一起，就是被解雇了啊，就是这个公司不让你在这个公司做事了，叫裁员。裁是什么意思？裁就是用剪刀 cut， 这叫裁。因为有一个词叫裁缝嘛 ，tailor 嘛，裁缝嘛 ，tailor 嘛。那裁员就是 cut 人员啊，就是减员的意思。再还有你读汉语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词啊，尤其是在新闻里面会有一个词叫减员增效，减员增效，能看懂这几个字的意思吗？减就是 minus， 那员呢？减去多余的人员啊，就是 minus the more people 啊。and 增呢？增是 add our up 的意思，就是 to add more。效是什么 ？efficient our effective 啊，就是说让更少的人做更多的事的意思，叫减员增效。让更少的人做更多的事儿，叫减员增效。那所以一个员，你可以学到很多字。那学员，学习的人；教员，教书的人啊；编外人员，就是你不属于这个体系的，你就是编外的啊，你不属于一个小团体，不属于一个组织内的，叫编外人员。那裁员呢，就是被 fire 了，被 fire 掉了。那减员增效呢，就是让更少的人做更多的事儿，能更有效的去做事，叫减员增效。所以我们通过读故事来学习这些汉字，然后把汉字里面的更引申的意思啊，你学会，这才叫学习汉语。为什么好多人说，哎呀，我学习汉语学习很久了啊，怎么我还是听不懂中国人说话？因为中国人说话的一个字，它可以有很多种变法，就好比说这个圆。你看，你今天学圆了，你可以学习很多很多知识。什么叫减员增效？什么叫裁员啊？什么叫编外人员？什么叫学员、教员啊？它是学生、老师的意思啊，它就是指人的意思。那管理员，那管理它是一个什么词？动词、名词都可以。这事儿你来管理吧，这个事情你来管理吧。我把公司交给你来管理，我把公司交给你来管理，就是我让你来管我的公司的意思啊。这个管理你来做，这就是一个名词。这个管理你来做啊，这就是名词的意思。那管理就是 manage， 那管理员可以说 manager 啊。那我们再往下看后面这句，把他照顾得很好，照顾。那照这个字学过吧？那在这里学了是吧？照
照它是指什么意思？你知道吗？照。照，照，下面是4个点，照。比如说，举一个例子，这个灯照的我的眼睛很疲劳啊，就是这个灯，这个灯照的我的眼睛很疲劳，所以我不会把这个灯开的特别亮，照着我，这个灯照着我啊，我会开的暗一点，省得它照的我的眼睛很疲劳，这叫照啊，这个动作就叫照啊。我看它的光线照着我，我觉着很疲劳，就叫照。那还有什么？照相，照相是什么？就是咔咔咔 take photos， 照相，照相啊。我不喜欢照相 ，I don't like to take photos， 我不喜欢照相。但是我朋友很喜欢照相，他经常给我照很多照片啊。但是我朋友喜欢照相，照相。那这里面你看这叫什么？照顾，照顾是什么？照顾是什么 ？Take care of somebody 是吧 ？Take care of somebody， 照顾啊，就是 take good care， 照顾的很好。那照顾，那这个照顾还可以说成等于另外一个字叫什么？照看。照看啊，这2天都是他来照看奶奶的，这2天都是他来照看奶奶的，照看，照看啊，然后再往下看，他总是吃水果和蔬菜啊，总是，哎，你怎么总是这样啊 ？Why you always like that？ 啊，你为什么总是这样？你为什么总是那样呢？你为什么总迟到啊？你为什么总是迟到啊？总是，啊，然后他们对他的健康有益，有益啊？什么叫有益？益就是 good 的意思，益就是 good 啊，益就是 good。那它的反义词呢，就是有害，有害 bad 啊，对健康有益的啊，对健康有害的，有益有害。那还有什么？如果说一个东西的好的地方叫什么？益处，对，益处。那相反的呢，就是什么？害处。这个东西的益处就是能促进你的消化和代谢。那这本书的益处能帮助你更好的学习汉语啊。这个东西，游戏的害处就是让人沉迷啊，游戏的害处会让人沉迷，无法自拔。哎。就是你不能好好的去专心去做事了，不能好好学习，不能好好生活啊。益处、害处，那处是什么？处就是说地方，还有什么？就是那种方式叫益处、害处。那我们又学了益、害、益处、害处怎么用啊？这个东西有什么益处啊？这个东西害处是什么呀？啊？这都是口语中非常常见的，所以我们学一个词，那就学一个照顾。我如果只是在这里把这个小故事读了，啊，把它照顾得很好，一扫而过，我们没有理解照是什么意思，顾又是什么意思？顾这里我今天不讲，我们只讲照。那照是什么意思？这个灯照得我眼睛很疲劳，太阳光，很刺眼啊，就是这个意思。阳光很刺眼，那灯很刺眼，灯照着我很刺眼。比如说你拿了一个 torch， 一个手电，你拿一个 torch， 拿一个手电，然后你在一个非常 dark 的一个 area， 然后你的朋友拿个手电，你会跟他说：“哎，你帮我照一下，你帮我照一下。”
就是你要寻找什么东西，然后他拿着个手电，然后你去找，帮我照一下，你帮我照一下啊，你拿你的手机那个手电帮我照一下，就是他给你一个 bright， 给你一个光的意思，哎，还有什么照相、照看，然后健康有益，健康有害，益处、害处，这样一下就通过一个小短文，我们可以学习很多很多有用的词汇。那再往下，法图的食物通常很软，软的反义词是什么？硬，哎，软的反义词是什么？软，这个词念硬。在中国有一句话形容人的软硬不吃，哎，软硬不吃，你这个人怎么软硬不吃的呀？那软硬不吃是什么意思啊？软硬不吃就是形容一个人，你对他好也罢，你对他不好也罢，他都不会去屈服你，也不会去认同你，他就是那样一个就是很矫情的，或者说是很坚定的一个人叫这个人软硬不吃，软硬不吃。还有一句话叫吃软不吃硬，那什么叫吃软不吃硬呢？吃软不吃硬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跟他说一点比较心平气和的话，他可能会听。如果说你跟他很强势的去说什么话，他就不听了所以说我们心平气和的跟一个人说，总比我们非常愤怒的跟人家说那个效果要好。这叫这个人吃软不吃硬。那反过来可以怎么说？如果说这个人你跟他好好说他不听你，你一定要非常生气的跟他说，那叫吃硬不吃软这个人吃硬不吃软的，这个人吃软不吃硬的这个人软硬不吃的你看，通过一个小故事，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有用的表达方式，对吧？都是很口语化的。可能曼达老师讲课就是很口语化的，毕竟我们学的语言是要用的嘛，要跟人交流的嘛，这也就是你可以更好的学真正的口语，可以去很好的交流，也可以看懂中国的那些小视频，因为在中国做小视频的人一大半可以讲都是北方的，尤其是东北的，然后可能他们说的那个口音跟我都差不多。你这人吃软不吃硬，这人吃硬不吃软，这人软硬不吃的，都是这样说的可能你看我更多的视频，就真的能看得懂那些中国的小视频了。然后我们再接着看他的牙齿不是很好。在我们中国，我们说汉语的时候，我们会说牙口，对，牙口我牙口不是很好，吃不了硬的东西，我就想吃点软的，因为假牙特别多，然后法图非常喜欢在他的围场里就是围起来的那个地方在他的围场里待着，寻找食物和攀爬绳索。攀爬就是 climb， 那有一个词叫什么？攀岩，就是去攀登那个岩石，去登山，攀岩攀岩。绳呢，就是那个 rope 绳子你给我拿条绳子来，我把这个东西捆起来你给我拿个绳子来，我把这个东西绑上。我们会说绑上，绑拿条绳子把这个东西绑好用绳子绑好，它就会很稳固了，就会很 firm 了，这么个意思。来，再往下看，他独自生活独
独当什么讲？独就是一个人，一个人。比如说孤独，孤独啊，我感觉最近很孤独。我感觉最近很孤独，就是，我这个人不太喜欢交际，不喜欢跟什么朋友出去啊，就很孤独。那独自呢？自就是自己啊，独自，那他就是自己生活，他喜欢独自生活。然后呢，他又不喜欢怎么的，跟其他大猩猩一起玩，就喜欢远离，离他远点儿，远离啊，远离其他大猩猩。但有的时候呢，他也愿意和他的邻居们玩，有时候他也愿意去找他那些邻居玩啊，愿意和他的邻居们玩，希望他能健康快乐啊。就是你看他都多大岁数了，圈养的大猩猩啊，都60多岁了啊。我前2天看一些视频，说他已经68岁了啊，非常非常大的年纪，然后他还是很健康的状态，然后大家都希望他怎么的健康快乐。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些词汇，就是出现在这个小短文里面的有一些词汇，那这些词汇会加深你的记忆，我们再复习一遍，加深你的记忆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样能近一点啊！来，圈养，第一个叫圈养，圈养，圈养是指什么？在一个围栏里面养着这样的动物叫圈养，所以这个字读圈。比如说装猪的那样的一个围栏就叫猪圈啊，装牛的这样的围栏呢叫牛圈，羊的呢叫羊圈。它什么意思？饲养家畜的地点围起来的那。猪牛羊这些都是家畜嘛，家畜，然后把它围起来的。然后支付就是他说那个水手把这个大猩猩去卖给别人了，然后又来支付，支付就是 pay 的意思，付钱付款啊，比如说付款也是 pay， 支付也是 pay。那在中国买单它也是 pay 的意思，都是 pay。那如果说买和卖组合在一起，买和卖组合在一起，那是什么意思？它是 business 的意思，做买卖的。那做买卖的就等于做生意的啊，做买卖的就是做生意的啊。我们说口语的时候，家里干啥的？做买卖的。你家里干啥的？做买卖的。我再说一遍。家里是做什么的？家里干啥的？等于家里做什么的，就是你家是以什么为生的，叫家里干啥的啊？做买卖的就是等于做生意的，就是 do the business， 然后 deal or trade 这样的一个意思。管理啊，管理就是 manage or control 啊，他会管理的，管理员啊，刚才我讲了员，你看吗？员。人员、教员、社会人员，人员、教员、社会人员，然后总是，哎，你怎么总是这样呢？听我说了吗？这样，我没说这样。在口语里，这经常会说成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个不好。你怎么总是这样呢？他总是很早起来。哎，总是不吃饭，这样对健康不好啊。那有益就是 be good for some， 然后有害就是 be bad for 的意思。那益处、害处，然后寻找就是 find， 找到的意思啊，找到。攀登是 climb， 爬它也是 climb 的意思。攀岩就是攀登那个岩石很陡的山，叫攀岩。绳索就是那个 rope， 绳子也是 rope 的意思。那独自就是一个人，那独自一人的意思。愿意，你愿意过来一起吃饭吗？我不愿意去。哎，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
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我不愿意跟你去。你听懂我说的了吗？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我不愿意去，我不愿意去。啊，可能教的人就是说汉语老师教的时候会放慢语速，但是你听我在真正是表达的时候就会语速很快。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我不愿意跟你去。他会把愿意和不愿意，还有跟都会说的那种很小声，或者说是一掠而过的那种声音。愿意跟我去吗？不愿意跟你去。那这样，希望就是 hope 啊，一个人充满希望的去做一件事儿，充满希望我充满希望的学汉语我充满希望的学汉语，然后我希望我长大成为一名教师，我希望我长大成为一名教师这就是我们今天通过这个小故事学到的这些词汇，还有一些表达。如果你学会了呢，请在我的下方留言。如果你想下载这个小故事，还有这些有用的词汇，就在我的视频下方链接里面去找，都有的。好的，今天就到这里啦，再见，拜拜。